天没吃饭了啊？2天？2餐啊？才2餐没吃，就搞得好像7月半跑出来一样啊？需要这么夸张吗？你不知道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天天啊大鱼大肉啊，我的胃啊都撑大了，所以1餐没有吃啊，就好像要死似的。就是咯，2餐呢，你会很容易挨啊。你刚才不是抱着一桶饼干在吃吗？我整桶饼干吃到完也不会饱啦，饼干。我想来想去就是想不明白，既然每一餐都吃得饱饱的，为什么搞到连2餐都不吃啊？不是不吃，是没有得吃。因为没有钱。啊！今天早上我才发现，我没有钱，他也没有钱啊。小女，你是真的没钱还是假的没钱啊？真的没钱啊！我的棺材本、老本、什么本都花完了。你叫我现在拿2块钱出来都没有啊！我离开之前，我不是给了你大笔钱吗？这里用用，那里用用，一下子就用光了。干嘛？我是要看你是真的侠女还是冒牌的侠女啊！以前的侠女啊，勤劳节省，1块roti prata 3个人分，1人1口当早餐。现在呢，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？说来话长啊。说来话长，那以后慢慢再说。我现在有太多疑问了。疑问1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会在我家里啊？老太婆，跟他说。你叫她老太婆，你不怕她一掌把你劈死啊？我没有力气啊，他声音比我大，比我凶，我怕他。喂，你不要说的我好像在虐待你这样嘞。就凭你一句老太婆啊，就算你没有虐待她，你也不对她好到哪里啦。我已经对他很好了，如果我对他不好的话，他早就饿死了。老太婆，我对你很好，哈？好，好。行，我对他很好的，我叫老太婆是亲切，你不懂的啦。我懂，我当然懂啦，死八婆。喂，你有没有叫我死八婆啊？这叫做亲切嘛，那还要问吗？死八婆。喂，你还没告诉我啊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地盘啊？还有啊，这个小冬瓜到底是哪里跑出来的？哎，肚子？他是你的孩子？也是你的？喂，那东西可以乱吃啊，话不能乱说啊。我以前到现在看见你啊，都会跟你距离3尺啊。我什么时候跟你搞个小孩子啊？我有说跟你咩？刚才明明说跟我是你的弟弟啦。我弟弟？正确的说，是你堂弟。堂弟？什么时候跑出一个堂弟啊？你老叔的儿子不就是你的堂弟啦？咦，他是我老叔的儿子，那你就是我老叔的老婆？才不是啊！到现在还不承认？承认什么？我不是他的老婆。要不是他，我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那时候电视台捧着约要等我签呢。要不是那个死人小英，我现在都不懂红到哪里去。最多红到酒后跟把蛋啦。傻了吧？傻了，傻了。现在只有一个人可以解开谜团，叶小英，你躲在哪里啊？赶快出来啊！被指欺骗投资者5000万元的这间黄金投资公司，于2012年注册，在新加坡吸引超过1000人投资。警方扣留了公司1名总裁和1名董事进行调查。为什么他会在这里的？不关他的事，整件事都是我搞错。你坐下。是，就是他们。他是公司负责人，他是董事啊。Sir， 我只是打工而已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哇，什么不知道？喂，我只是在他们的指示办事啊。Sir， 你不要这样乱讲啊！他就是那陈邦庆啊，是他介绍刘总给我认识的。我只是一个挂名生意伙伴，不关我的事了。我是被陷害的。喂，叶总，你不要害我啊！我只是个拿薪水的打工仔啊。我每个月也领2000块的工资而已啊。我何德何能介绍什么刘总给你认识啊？我喂。
Sir，你看，哎呦，我这怎么？什么木的？放开我！我为什么那么笨呢？我为什么那么笨？笨蛋啊，真的是大笨蛋！哎，你骂够了没有？你叔已经够惨了，你还骂他？我早就提醒过他要小心一点，就是不听我的话，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。什么烂投资公司嘛，根本就是那个大混蛋刘总和小混蛋陈邦庆搞出来骗钱的。谁叫他前遮眼啊？整天想要发达，想要一步登天，他被判坐牢是很惨，也怪不了人呐。最可怜的、最冤枉的就是芳芳，给自己的男人利用了，还死得不明不白。啊，芳芳死了？没事，被遣送回去。不过心呢，肯定死了。心死好过人死啦。谁说有时候心死比人死更痛苦？那有些人要死啊，也死不了，也是很惨的。我是在说你啊。你回来就死，你是想我不早一点去死吗？你再不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，哪一天大吉利是中风的话，你说是不是比死更惨？啊，你看你床褥歪了也不推好。哎，哇，阿嬷，这张床好有弹性哦，好舒服哦。哦，你也觉得舒服嘞？嗯，是小英买给我的，她可真有心哦。前2年啊，我们的日子可好喽，我们餐餐呐大鱼大肉哦，日子过得啊可舒服喽。后来啊，他生日失败喽，我看他很惨，就把你啊拿给我的钱拿出来帮他打官司啊，没2下子就用光光喽。有没有搞错啊？那个老叔，他想害死全家，活该啊！他去坐牢。你再跟我没大没小的讲话，我就劈死！你该批的人不是我啊，是老叔啊，是他把你害成这个样子的。他哪有害我啊？还说没有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啊，又老又残。以前那个健步如飞，一掌就可以劈死一只老虎的侠女，去了哪里呢？哎呀，人都会老的嘛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吃东西。没错，人都会老，但是老也是可以老得很健康的，就像你以前一样。谢谢，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啊，最多不是老人该有的三高了，加上糖尿病，什么耳鸣、痛风啊。哇，你还说没什么？阿妈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要看看金轩啊，是不是藏了巧克力呀？你还巧克力？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搞到一身病吗？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哎呦，太好命了！你不知道我们这几年呐有多享受哦。每天啊，我想睡到几点起床啊，就几点起床，打开冰箱，要香肠有香肠，要肉包叉烧包就有肉包叉烧包，微波炉叮一下子就可以吃得饱饱。那吃完了呢？就拿出这个宝贝了。我还不知道世界上啊有这么好的东西哦，想看什么就看什么，我走到哪里啊就看到哪里。怪不得啊，你看到眼睛都蒙掉了啦。然后呢？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医生医病啊，也要先知道病因嘛。你还当真自己是医生啊？我还没有骂你了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出去外面啊，最好混个什么名堂回来。你说，你在外面啊，搞出什么值得叫我骄傲的事儿？你以为外面的世界那么好混啊？到处在闹失业浪潮，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，示威暴动，国家欠债累累啊，搞到破产。还有啊，那些难民啊，投奔怒海，一个浪打来啊，整船人掉进海里啊，真的是生死有命。还有啊，那些恐怖分子啊，随随便便拿着枪走进剧院里啊、咖啡座里面乱枪扫射啊，我呢一根头发没掉，原封不动的回来啊，你好谢天谢地啦，真的是。
回来就好了，回来就好了。好了好了，继续报告。吃完饭后干什么？睡个午觉喽。然后呢？继续看戏哦。看完戏后呢？就吃晚餐啊。吃晚餐之前总得要洗米啊，煮饭炒菜吧？不用，你说啊，帮我订了抱月的伙食，5碗2餐，3菜1汤。哇，星期六、星期天带我去餐厅啦，大酒店吃大餐啊，什么好料都吃遍了。那就真的是了了你的心愿啊！提早去东墙啦！你老是咒我死，你这个不孝顺！不孝的不是我，要你提早死的也不是我，是你的好侄儿。那个混蛋等他出来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教训他。他不止害了你啊，还害了欧静轩，搞到他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这个怎么能怪你说呢？那个女人啊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们吵架的时候啊，什么都抖出来了。他以为啊，波波呀是有钱公子的种，就跟他要1000万。哦，1000万。对了，人家也不是笨蛋，你说是他的种，他就信吗？孩子还没生出来啊，就送去检查什么什么的，哎呦 DNA 亲子鉴定。哎呀，这个我不知道啊，反正啊，检查之后才知道，孩子原来不是那个有钱人家的种。你打给那个狗屁秘书做什么，优米？我3天都一次 DNA， 之前孩子还没有出事，可能没有那么准。现在孩子出事了，可能结果会不一样嘞。不要浪费时间了，他不会理你的，接受现实啦。什么接受现实？不然我的1000万呢？接受什么现实 OK， 小声小声，不要吓到 baby 哦，乖哦哦。算了算了，我们回去了，优米。都是你啦，搞到我肚子，还叫我不要多带，都是你害死我的。OK， 那我是担心你吗？你从小都有流血过多的问题，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呢？哈！你装什么好人？是你自私要我帮你生孩子，我讨厌死你！我1000万你还给我。你怨我有什么用呢，优美？又不是我不想让你得到那1000万，怎么说都夫妻一场，你都不来看我。婶身体不好不来看我就算了，你又没病没工作也不来看我，就算你不来看我，也把儿子抱过来给我看一看嘛，都不知道我多想你们2个。老虎来了，老虎来了！哎，老虎来了，老虎来了！Good afternoon. It is 0238。Yes, madam. 哦，我叫 Antonio。你好。Thank you. Actually， 我觉得我叫你贺小姐 Vivian。May I know how to address you？ 你是 Antonio？ 我的英文名不是什么 Antonio 啊，我叫 Arnold Skeleton。人有相似，不过我对 Antonio 的印象挺深刻的。0238，有人来探视你。我老婆来了。你很希望是你妻子吗？当然了。0238，我有说你可以走吗？好像没有啦。你如果不进来这里，不是可以天天看见他吗？但我也不想啊。你不是不想，你是没有想，或者该想的不想，不该想的想得天花乱坠。比如说，只想到做某些事会飞黄腾达，会上天堂，却没有去想，最后会不会从上天堂变成进牢房。
凡事三思而后行，就不用在这里懊悔了。哇，Madam， 你这样走哦，你不晕我都晕了。Attention， 回去吧。Thank you, Madam。Umi， 来了。优米呢？老叔啊，这里是咖喱饭好吃吗？有心情跟我讲风凉话啊！哎，老叔，再艰难的环境呢，也要沧海一声笑，这才是男儿当自强嘛。我一回来就马上过来看你啦，你不感动到流眼泪啊，也不要看到我呢就喷我口水嘛。你还有脸来见我咯？我为什么没有脸来见你啊？你会搞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难道是我害你吗？我搞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你害我的啊？Hello， 侠女阿嬷。是你啊。我听说发达回来了哈。他嘞？去看他老叔了，今天刚好可以探监，进来吧。哦，发达回来那就太好了啊。好个屁啦！两手空空回来，不要回来更好啊。他如果没有回来的话，你有炸鸡跟披萨吃吗 ？Please 啦，炸鸡、披萨有什么了不起？我的钱还不是被你吃完的。我一个老人家能吃多少啊？你可以吃很多的 ，OK？ 早上那5个叉烧包都是给你吃完的，还嫌不够啊？哈！现在叉烧包这么小啊，一口一个。哎，一口一个很贵的 ，OK？ 你知道吗？我花。好了，阿嬷，这个麦片给你当早餐吃，很健康的。谢谢你哦，你说我进去休息哦。我嘞？妹啊，侠女阿嬷怎么说都是你长辈，你跟她说话要客气一点。客什么气啊！我没有赶她出去，已经偷笑了。你敢对侠女阿嬷不敬的话，我这个做哥的不会饶你的。所以你想怎么样？要打我啊？打我了啊！阿伯嘞？不知道。伯呀，阿伯，阿伯，舅舅来看你了。一定是又跑出去玩喽。妹，阿伯这么小，你让他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呐？我没有力气管他啦。他是你儿子嘞。反正你老婆生不出，你拿回去咯，我给你们去养啊。你不可以再这样了，你现在家里有老有小，你不可以自己一个人。这样就帮我啦！我叫你怕老婆，可是我是你妹妹嘞，我快要饿死了，你见死不救咩？哈？妹呀，你去找份工作啦。什么死人工？我没有文凭，没有背景，本来是美女一个，现在被那个死人小英害成这样，还可以做什么 ？I give up already 啦。你之前是不是跟我说过一句话？你说我迟早变人渣。我好像是有说过啊。就因为你这句话啦，我要证明给全世界人知道我是可以的。哎，那很好啊，既然我的话可以激励你，那为什么还说我害你呢？结果怎么样？我结果的下场就蹲在这里咯。那你的意思是说我那番话害到你坐牢啊？是。我想来想去还是想不通哎，我好像是说，人人都想要追求荣华富贵，但是有多少人呢能够心想事成、万事如意？所以啊，就甘心做个平凡人，总好过去当什么人渣啊！你不听智者言，吃亏在眼前，竟然还有的赖就赖，没得赖硬赖在我的头上来啊！因为我不服气啊，为什么要注定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啊？我也想发达，我也想出人头地，结果呢？结果落到这种地步了。哦，所以你没有错。我错在哪里？你说我错在哪里？啊，是，你没有错，你没有错啊！全世界人都有错，是你一个人没有错。老叔，我告诉你，人最可悲的不是犯错，而是犯了错还是一直觉得自己没有错。今时今日的你，如果还执迷不悟的话，那就真的无药可救了。喂，去哪里？
既然你无药可救了，我跟你说那么多干什么啊？不如去吃我3年没吃的肉酱啊、鸡饭啊、那西勒玛不是更好？再加一杯浓浓的kopi o搞。给我坐下来啦！你还想赖我什么？你还赖不过吗？好，你威风八面去当总裁的时候，我只是说风凉话，没有及时阻止你，是我的错。你搞什么宇宙猪，骗那个臭口王，还拿那些钱在欧金轩面前炫耀。我没有尽职责的责任，却你悬崖勒马，害到你跟欧金轩发生一夜情，当然也是我的错了。你把侠女阿嬷从个勤劳健康的老太婆，变成吃饱睡睡饱吃，吃饱睡饱等死的老太婆，是弥补之前我对她太刻薄，老是叫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是我的错。啊，你等下去一吃咖喱饭，吃到老鼠屎，当然也是我的错啦。接下来3天你大便不出，是因为我气到你消化不良。洪峰180%也是我的错啦。哇！需要说出这种话吗？这么伤人。是啦，都是我倒霉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应该认命的。我本来就是乞丐命嘛。就算我老爸把我送给别人，改了姓也改不了我的命运的。逞强有什么意思呢？逞强的结果是什么？就像你说的咯。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别人。我有今天的下场是我自己找的啦，罪有应得，活该了。哎，可是啊，优米跟我儿子是我拖累他们的。哎，你一向的诡计多端，是足智多谋吧？随便啦，你帮我跟优米说一声啊，他已经很久没有来见我了。我听沈跟我讲啊，他现在啊邋邋遢遢的，一整天都不要出门，他这样子下去不行的啊。你去跟他说了，就如果他要离婚。我也 OK 的啦。喂，听说人家没有跟你结婚呢。这样精神离婚可以吗？哦，你说行就行了啊。他还有青春，他还有将来的，他不能够就这样子自暴自弃的。哎呀，不是不帮你呀，是爱莫能助。我躲躲藏藏的回来啊，已经3天3夜没好好睡一觉了。为什么我躲躲藏藏？你又干什么坏事？啊，我这次回来呢，是静悄悄的溜回来的。如果被发现的话，就大事不妙了。你现在既然知道我自身难保，就不要再叫我帮你啦。求人不如求己，这是至理名言。反正你呢，再蹲个3-2个月就可以出来了，你就可以好好处理你的问题了，老叔。喂，妈，什么事啊？已经9点半了，你爸还没回来。妈，你别急，阿嬷在吗？在。那你叫她听电话吧。哦。妈，熊要跟你说话。哎呀，你很麻烦呢，叫你不要打，你又打。Hello， 阿嬷，我今天有一起非常重要的案件要打。妈这2天的情绪不太稳定，你要耐心点，不要对她发脾气。我哪里有发脾气？你就专心打你的官司，要不然输了就惨了。家里有我在，你不用担心。那麻烦你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事吗？熊啊，你有没有你弟弟的消息啊？没有啊。我知道你工作很忙，可是你只有这么一个弟弟啊。阿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他的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进法庭了。哎，等一等。哎，那个周发达回来了。懒惰星回来了？昨天啊，一回来就来找你了。我跟他说你们搬走了，他说忘了你的电话号码，他缠着我要你的电话，又问你们搬去哪里，我才不告诉他呢。熊啊，他要是去找你，你不要理他，他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死样子，是吗？阿妈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进法庭了。OK， 拜拜。你今天又是没吃早餐是吧？谢谢。你有15分钟的时间。我昨天发给你的资料你都看过了吗？你还没看啊？对不起啊，
今天早上我妈突然跑了出去，我急着到处找她。算了，你现在看也来不及了，这只是一些补充资料而已。对不起啊，你有自己的案件要忙，还要抽时间帮我。我只是不想看你打输官司而已。法庭就是我们的战场，你的每一起官司都是你的记录，能不能成为 partner， 什么时候成为 partner 的记录。说白一点，你就是公司的资产，你要证明你自己是物有所值的。这起官司对你非常的重要，吉明后在法律界是出了名的狡猾刁钻，他会毫不犹豫在法官面前奚落你、嘲讽你。如果你不够冷静的话，你就会被他牵制住，所以你必须打醒12分精神对付他。我会的。不必担心，我都已经帮你准备充足了，只要你趁这应战，应该没有问题的。嗯。我今天早上请了假，我会留在这里陪着你，支持你。谢谢。走吧。哎，你在找什么啊？我在找钥匙。找钥匙干什么？我要给娟姐送衣服啊。送什么衣服？你都很久没有替她改衣服了。我怎么可以这样呢？熊跟康呢还在读书，靠阿明一个人，他会很辛苦的。妈，你有没有发现到阿明的白发越来越多了？一天啊要工作12个小时，真的是很不容易啊。当然不容易，要不然怎么会突然间就走了？嗯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娟姐，她出国赤峰去了，店里没有开，你去找谁呀？娟姐出国了没？这事你告诉我了，你忘了？记得。对哦，我有跟你说过，娟姐出国啦。她下个礼拜才回来，这也是你告诉我的。对哦，妈，你的记性真的很好。我是跟你说过，她下个星期才回来哈。所以呢，不用再去找钥匙了，去帮我摘豆芽。应该是熊他爸回来了。哎，不要乱开门呐，要看清楚是谁啊。哎，慧仪 ，Hello。慧仪，你不认得我啦？认得，我认得。你就是那个，我认得你，只是我一时之间想不起来。你就是那个丙宁来的啊！你是从丙宁来的，他的亲戚哈。进来坐，进来坐。啊。慧雅，去倒杯茶来。不要乱说话。知道啦。麻将婆啊，昨天来的太匆忙，忘记把礼物送给你们了。送什么？哪有人这样问的？总之有礼物收啦。看什么？大狗熊啊，他不在啊。你以为他像你啊？游手好闲，不用做工啊？他现在是大律师，天天就要上法庭打官司的。喝茶。好，慧仪，这礼物呢是送给你的，有空就玩玩拼图，刺激一下大脑 ，OK？ 谢谢你啦。喂，麻将婆，这份礼物是送给你的，你可以一边打麻将一边盖被。哎，这不是飞机上的被吗？哇，你都知道啊？你以为我没有坐过飞机啊？偷飞机上的东西来送我，我才不稀罕呢。我是在飞机上抓到个偷钱贼，那机师非常感激我，特地送给我的，很有纪念价值的 ，OK？ 鬼才相信你啊！妈，我信，这年轻人真的很好，你也真的很好。还是慧仪了解我啊？你看，好什么好？人家送一点东西给你，就说人家好，你知道吗？
最没有出息的人就是他。哎呦，麻将婆，我只跟你收过一次麻将钱而已嘛，需要记仇记到现在吗？你那个阿嬷到处跟人家说你出国工作去了，赚大钱了，多有出息，现在回来了还不是那个死样子。妈，你不要再骂他了。明天来的，喝茶。哎呀，还是慧仪啊，有人情味，知道天气热请我喝杯冷茶。你看还酸酸的，多好喝啊！慧啊，那杯茶哪里倒的？后面桌上的那一壶啊。哎呀，那是3天前伟雄爸的忌日，我拿来祭拜他的。哎呦，要死啊！哇，有没有搞错？喷到我满脚都是！哎呀，哎呀，对不起了。你不要听熊他阿妈乱说啦，什么熊他爸的忌日，他搞错了。其实呢是熊他阿公的忌日。熊他爸好端端的现在当 security， 就快下班了。你不要听他的哦。我偷偷告诉你啊，他得了失智症。哦，怪不得了。哎，我重新泡一杯给你啊。不用了。要的。不用了。哎，你听我说，你上门就是客哈。等我一下啊。不。说我老糊涂，你自己才糊涂，年纪轻轻就学人家痴呆。哎呦，麻将婆，这有得选的吗？怨我自己命苦，活到一大把年纪了，还要伺候他、照顾他。哎呀，你又要干什么？哎呀，我要泡茶。哎呀，泡茶需要站着这么高咩？我在炒茶叶。茶叶就在那边。哎呀，快点下来呀！小心呐，跌死你就惨了。不会的啦，妈。哎呀，我小心呐，真是。妈，你啰嗦了。哎，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不应该打击你，可是我必须提醒你，如果你下午的表现没有改善的话，这场官司你很可能会输掉。我知道。金明晃这个人很狡猾刁钻，他会想方设法让你跳进去。你必须要诚挚应战，要不然你会被牵制住的。我也知道我的毛病就是沉不住气。我一直提醒自己，这个毛病一定要改。可是我每次被对方逼急的时候，我就迷失了。你必须想办法克服、控制你的情绪，而不是让情绪控制你。要不然，你不只会输掉这场官司，你诉讼律师的生涯也会画上句号。我知道。其实，我之前一直在用一种方法来提醒自己，不要冲动，要沉得住气。虽然这方法有点另类，可是其实还挺管用的。那就继续使用啊。不能再用这个方法了。那是什么方法？我有个从小就认识的朋友，这家伙超级搞怪的。老是干一些不按牌理出牌的事，他也知道我沉不住气，所以就教了我一个方法。当你开始感觉血往脑袋冲，控制不了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念一句咒语，能让你冷静下来。什么咒语啊？听好了，我发了狂，发了狂，我爱大哥大就发达，爱到发了狂。是不是觉得很幼稚啊？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？3、4年前吧，那时我还在念法律系。我只是觉得，听起来好像小孩子玩家家酒一样。所以说啊，这家伙啊超级搞怪的啊。可是说的也奇怪，每当我情绪快失控的时候，我在心里默念几次咒语，其实还挺有用的。既然有用，那为什么不继续用呢？我不能再用这句咒语了。因为我怕你会不开心，毕竟我们都在一起了。如果我还一直说，你是想说那句话什么一直疯狂爱上别人是吗？那只是一句玩笑话罢了。
如果因为这一句话我不高兴，那我就真的是疯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啦。除非你真的是对这个什么大哥大周发达的真有感情。那是不可能的事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他也是律师吗？不是。那他是干什么的？他不务正业，吊儿郎当，整天正经事不干，就是老是爱管别人闲事。听起来还真的是有一点不可能啊。其实呢，你不需要念什么咒语的，你只要不断地告诉自己，提醒自己，会赢，就足以让你击败对方。你还记得海叔的店怎么去吗？当然记得，我又没有失智症。哎，你没有，我好像有一点哦。哎呦，你这么年轻就有失智症啊？所以哦，你要多用脑，这样子你这里哦就不会生锈了。啊，不如你带我去吧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啊，去海叔的店啊。哦，我懂，跟我来。快到了。好。啊。那个北南来的。什么事啊，慧仪？就我看我出来很久了，我要回家煮饭了。熊他阿嬷哦要吃了饭才可以出去打麻将，熊跟康也差不多放学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哎，慧仪啊，你忘了吗？麻将婆她去打麻将啦。还有啊，大狗熊和伟康，他们都说不回来吃饭了。你今天呢就休息一下，不用煮饭啦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我们去探望邻居，那个臭口王一家要搬走了，邻居一场，我们就先拜拜，好不好？北宁来的，啊、这里不是海叔的杂货店哎。哎呀，慧仪啊，你跟我说过四海杂货店改成 cafe 啦。啊，我有跟你说过没？有啊，来走。哎，大家坐，啊，没客气。各位大哥大姐、安哥安弟啊，我大哥大回来了。大哥大姐啊，我回来了啊！大达，你这次回来发达了没有啊？发达不清不楚啊！不过呢，我不煞心肠，把钱捐出去，接济那些灾民啊、难民呢。那该接济点我们吧。就是嘛，为什么不接济我们？我们这是人心不足啊！Snake 啊，吞 elephant 啊！你们都要搬新屋、搬新家了，还要我接济咩？哟，住大屋的只有臭口王一家而已，我们哪有资格？是啊，我们都是申请3房4而已。就是咯，只有他们申请5房嘞。对呀。哎呀，我们以下都会发达，把奖金分一半给我，我哪有能力抵下档口呢？而且还可以卖娘惹糕，那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的，你们爱吃什么随便拿。今天请大家吃啊，谢谢你们这么多年的照顾，谢谢。哇，这个人是谁啊？哎，你这乌龟蛋啊，在外面混了几年，连我你也不认得。哎，你不要骂他，他有失智症。你这些乌龟蛋一出啊，我就知道你是谁啦，这才是臭口王的本色嘛。阿娇，你终于熬出头来了，天天看你开心的在等待小屋搬大头屋啊，我们左右邻居啊都替你开心啊。管辖你阿妈，你再把这些糕啊往你嘴巴塞啊，那就真的是糟糕了。能吃是福嘛。好了，那不吃了，他回来我就受苦了。我回来啊，你才偿命啊。其实真的要谢谢大家，我上一次啊得产后忧郁症，多亏啊主任幼社帮忙，要不我早就跳下去了。我老婆现在身体好得很，什么症都没有了。如果啊你敢再去赌啊，我就随时发作，看你个10刀8刀的。哎，来，发达尝尝我的娘惹糕。啊，来。大家，咖啡跟茶来了。放在这里，我们自己来。
发达，你终于出现了！你干嘛学那些老外呀？一想要抱就抱的，走开走开！你回来了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我哪有空找你啊？我刚回来啊，就发现啊，山中放一日啊，世上几千年呐，忙到连大便都没时间大了。死性不改啊！看看人家都在吃东西，什么大便大便的。哇，这声音很熟哎。哦，是龅牙姐啊！哎，她人在哪里啊？就是他喽。耶，不是吧？这位美女就是龅牙姐啊！冲着你这一句话，以后你喝咖啡，搬家啦。哦，谢谢。哎，龅牙姐啊，你的龅牙呢？拔掉了啦，植牙。哦，龅牙一去啊，马上变美女啊！哇，阿光，你赚到了。我这个媳妇真的很了不起啊！以前我这间杂货店连苍蝇都懒得飞进来，被她改成 cafe 之后呢，哇，很多人都喜欢来这里吃吃喝喝，生意好得不得了。哦，还有很多人来采访啊，报馆也曾经来报道过啦。可惜的是，年底就要搬了。对啊，现在在新加坡真的很难找得到像达哥达湾这样的地方了。不过大家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在别的地方挂上四海见面招牌的。海叔，你真有福气啊，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媳妇儿，真是比中马票还好嘞。就是咯，很幸福哎。发达，狗逼我泡的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有水准呢。我真想要揍你啊！为什么？你和你老婆混得那么好，你为什么不帮你妹妹？她现在啊，就好像一颗皱巴巴的咸菜一样。我已经劝过她很多次了，可是她都不听，而且她跟我老婆不和，每次说2句话就吵架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发达，我有一件事情比我妹妹还要棘手，你可以帮我吗？一定要带会议来啊！麻将瘾发作啦，非要我照顾会议不可，我不可能丢下他不管嘛。听说现在随时会不见。他不回家讲了哦，连我都不认得，你还担心什么？你神神秘秘的在搞什么啦？别告诉我你外面有女人了。哦，女人。哦，啊，咦，还有暗号啊！你果然是张女人啊！我来。被放在不同格子、不同位置，命运本就不公平，每个人有各自难题。我信我可以，虽然没天生好命，也要拼得出人头地。狠心要自己再累，也要前进，却像按了循环键，绕了圈手困在原地。当灰心到底，你在我身旁。